你们说这个申超难道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这小子对我们绝对有所隐瞒。宁愿刑期增加都不敢给我们提供线索。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有比坐牢更可怕的东西。应该从他的人际关系上找突破口。徐潇，哎，杨局，查一下他的这儿杨局，聊天记录。曹婷特意来看你们了。曹婷，大家好，大家好，曹婷好，大家辛苦啊。曹婷，您亲自过来指导工作啊？那谈不上指导工作，有你们这些精兵强将在，我很放心。今天跟杨局来是给大家鼓鼓劲儿，是吧，杨局？感谢曹婷给大家鼓励。曹婷听说你们案件有新进展了，今天特意来看看。对，有了新的进展，但是同时呢，也有了新的阻力。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可能掌握着案件关键线索的犯罪嫌疑人不太配合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开会研究对策。哦，小新给介绍一下。老三原名申超，算得上是周大明盗墓团伙的一个核心成员。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制作炸盗洞的特制炸药。他会这门手艺，应该是早年跟他在矿山工作经历有关。具体的炸药来源，我们还在追查。而且我们查过，这个申超啊嗜赌成性，但是很奇怪，他并没有赌债。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他的赌博金额都很小。根据通话记录，除了周大明跟他赌友之外，他跟这个杜兰兰通话次数最多。这个就是杜兰兰，32岁，带了一个4岁的孩子，开了一家小皮具店。这个申超跟杜兰兰关系肯定不一般，因为这几年他们之间有频繁的转账关系。最大的一次是2年前，申超一次性转账50万给杜兰兰，后来杜兰兰开了那家皮具店。这杜兰兰会不会成为整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呢？我们希望是。我明天准备亲自去找他一趟。我陪你去吧。不用，老李，我有把握。申超现在很不配合我们，看样子他是打算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罪就大了。他也不是周里村的人，他是没有必要陪那几个姓周的盗墓贼一条道走到黑的。坦白从宽，至少可以争取减刑，可以争取早点出来。我们又没结婚，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把房子都吃走了。那是你们的孩子吗？长得真好玩。哎，真好，大好的前途等着他呢。你想想，等他将来大学毕业，戴着学士帽，你们一家3口在那大学的操场上来上一张合影，从此开启新的人生，多好！我能见见他吗？3号，过去吧。
爸，你怎么在这里呀？你什么时候回家？我都有点想你了。儿子乖啊，爸爸很快就回家。爸爸，你的华衣服好难看啊。趁儿子回来啊。徐队，这是个滚刀肉，这招能管用吗？死马当活马医呗。徐队，见过了。见过了。你们要保证我女人和儿子的安全。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你得保证跟我们配合。配合。炸药真的不是我下的，我跟周老大无冤无仇，而且这么多年他对我也挺照顾的。我在矿山干了这么多年，用炸药我也有轻重。那个炸药肯定是有人提前安排好放在下面的。怎么引发的？我真的就不知道了。我一直不敢跟你们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手段太厉害了，我也怕受到牵连。就在你们行业里，懂得这个技术的还有谁？我觉得不会超过5个人。您要是想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可以都告诉你，但是都是江湖匪名，真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周大明有没有仇家？还挺多的，他喜欢赌博，有时候也愿意跟人打架，喝多了还敲人家寡妇门，骚扰一下良家妇女。行，他平时啊来往那些人里边，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奇怪的人？您说这个奇怪，到底是怎么个奇怪法？就是你见着这人，你就感觉，挺邪门的，啊，就是看他觉得就是喜欢迷信、风水这一套的，有没有？有一个，确实有一个。谁？这个人就是周老大的上家，但我没见过啊。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有一次周老大给他打电话，我感觉周老大对那个人很恭敬，在电话里面管那个人叫大老板。有一次我跟周老大吃饭，他喝多了，他跟我们说，他那个大老板挺邪门的。怎么个邪门法？那大老板卧室里面摆了一口棺材，他就觉得那玩意儿挺好，他每天晚上就钻在里面睡觉，说滋阴养形。那周大明跟这个大老板最近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你有印象吗？没有印象了，但是下墓的那天中午，我们结完合之后，周老大说得先去见一下大老板，因为那个墓就是大老板给指的。这个大老板他懂不懂炸药啊？周老大说很懂。他怎么去的？我开车送他去的。地址记得吗？奎林小区1206。根据申超给的信息，我们查看了当天小区的监控，
他们的确是在1206号楼前停了下来。哎，行了，队长，你怎么知道用这个杜兰兰对付他呀？这女的比他大2岁，离异还带着孩子，但是从年初开始每天打10几通电话，你说为什么呀？姘头呗。真爱。你知道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最大孩子就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什么意思啊，老李？等你有孩子就明白了。就这个楼，1206。这个楼还1206？这1号楼206嘛。行，你去找个物业啊，把这个住户信息给我打听清楚。小林，咱俩上去。这地方有物业吗？有啊，肯定有啊。这正规的必须有物业，你找找。哎，哎，这边。哎，老李，什么味儿啊？好像是玻璃胶。要不我来？不用。
好了，好了。这人咱俩是不是见过啊？我叫胡孝民，搞这生鲜超市的，每个月从他这儿进点冰鲜的鸡啊、鸡蛋什么的。胡孝民？啊，对，胡孝民。那你们查，我要走了。怎么会是他呀？在哪里发现的？在周大明的枕头下边。徐队，酒瓶击中头部，但没致命，又拉进棺材里窒息而死，嘴里头还有玻璃胶。我估计死亡时间2到3天。这长期放的碎玻璃和死者头部伤口吻合，那应该是第一现场。这密封棺材呢，用的是最常见的玻璃胶，建材市场25块钱一管那种。指纹呢？现场收集到的几组指纹有死者的，也有周大明的。这玻璃瓶上也有指纹，待会局里进行对比，看看有没有犯罪记录。徐队，棺材里边有燃烧物。这应该是用来加速棺材里边氧气消耗的，确保他死得更彻底。我们要能早来一会儿就好。几个人干的？从足印上看，像是一个人，身高1.75米左右，男性。小静，你查一下这个人这几天的所有通话记录，把每一个基础信息都搞清楚。把这栋楼的住户都叫出来，跟老三挨个指认。好，注意身高1.75米左右的男性。好，去。那徐队，我也去了。好啊，徐队。哎，老林同志，你们这儿太难找了。啊，我让他来的。他是专家，这些东西我们看不懂，他懂。看这纹饰，别乱碰。看这个花纹是仿明代的。这仿品做的还不错，这怎么了？殉葬的万人坑都敢下，还怕这个？我看的是死人骨头，不是死人。不是这人怎么死在棺材里啊？问得好啊。为什么他会死在棺材里呢？能够轻松的进来，用酒瓶袭击，肯定是熟人。随身还带着玻璃胶，那就是有备而来了。早就想好要把他封死在棺材里，只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去杀死他？好像有种仪式感吧？是为了惩罚他、折磨他吗？不是，你看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吓人，而且被闷在那里边。像周大明一样闷死的，说不定是为周大明报仇，也许是同伙呢。杀人灭口，你想想，胡孝明那天晚上可是被你撞见的，
得除掉他。何正，哎，徐队，你先看看这个啊。好。哟，七连枪金的，这什么玩意儿？就是古代人的化妆盒嘛。得于癸未年乙卯月癸乙日四满一半即不出。癸巳日夜，晋省十里台乡马鞍村宋墓。得于辛巳年丁酉月癸酉日夜，冀省六桥乡孙家村名墓。辛巳年是2001年，癸未年是2003年。这不是牙吗？看着应该是牙，还是个老东西。不同的古墓，不同的牙，难不成这个人也是一盗墓贼？每盗一处墓，就拿走一颗牙，留作纪念。陈楠，帮我看看有没有10年前的。得于巳丑年丙寅月壬辰日，玉县河东村玉国墓，2009年2月。周家黑杀人分尸是当年10月份。我这要是出土于玉国墓，那这个应该是那国君的。国君的遗骸上的确少了几颗牙，要不接给我回去做一下对比。行，那你记得得还回来啊。哎，那看来这个人确实下过吴玉国的墓啊。可是他跟周家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哦，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他下了古墓，把古墓里的那个长生祭祀的龟壳给拿走了，长生之法，以假录之。然后就按照上面那个写的，按阴阳抛尸完成祭祀，被老林撞见了。警察，别动，人身攻击。然后嫁祸给那个不长脑子的周大明。周大明参与盗墓的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要找着他，让他把那钱还我。
帮我看看，最早的牙齿在哪里？得于丁丑年癸卯月丙子日鄂省南河乡李口村周墓。那这就是在1997年。那不对，那个胡孝民看着也就是30出头的样子吧。1997年那会儿他还小呢。失传。谁传给他的呀？徐队，你再看看下面这层。这以前放过什么东西啊？压出这么深的印子。老郑啊，你觉得会是什么？这也看不出来。干嘛？我回去研究一下。没事吧？没事。这照片上是谁啊？周家黑。周家黑，就10年前那案子主犯。这周大明是周家黑的侄子，胡孝民又有他的照片。你留在这儿，我去周里村。不是，你等我忙完了，我跟你一起去。也不用，叫人送我去就行了。我可以啊。你，走走走。哎，那你们注意安全。哎，周家黑有个儿子，对不对？警察同志，这是我族的祠堂，您就是公家的人，也不能够随便就。我问你，周家黑的儿子为什么没有在族谱里？周家黑那一页为什么颜色有变化？是不是被人替换了？谁换的？还有什么隐瞒？警察同志，咱有话可以坐下慢慢说，好不好？请。请坐，请坐。喝茶吗？不用了，谢谢。不用。好。
喂。啊，徐队，麻烦点啊，一起吧。你帮我带点回来。行。哎，保证你把相机留。哦，行，我知道了。好。哎，随便带点是吧？啊，行。好吧，徐队。好。周家黑的儿子，可能是私生子。他跟周大明从小一起长大，笨的那个继续下地挖墓，聪明的那个当幕后大老板。我说的没错吧？如果那个想保护他的人早点说出真相，他就不会死了。这是胡晓明，可能还有别的名字，但我知道他就是周家黑的儿子，生鲜超市小老板，文物道上的大老板。你还有什么没说的？谁杀？这个得问你。周大明被炸死在古墓里，第二天，周家黑的儿子被人闷死在棺材里。人死灯灭，冤孽报应罢了。警察同志，您听我跟您说，家黑他爸跟我是一辈儿的兄弟。我55岁那年，儿子得了一场重病，可没钱呢。家黑在外面发了财，救了我儿子一命。他只是让我把这个私生子的名字从族谱里消掉。家黑从小就在外面闯大，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私生子。在公家的记录里，这个私生子也没有和他有明面上的任何父子关系。现在想起来，他肯定是早早的就知道自己要出事儿，他就给他的儿子留了条后路。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死了，把他的全部家底儿，连同他见不得光的生意，都一起留给了这个儿子。就是这个我。他本名叫什么？周大爷和周大明一辈儿都死了。家黑这一脉算是绝了。你们两个，每人拿桌子上一件75张盐，说错了的，罚归一个时辰。我先来。青花缠枝，连纹葫芦瓶，看图案应该是明成化朝的宗教器皿，倒是用来装丹药的。不过这个是个仿品，最多值几千块。不错。大明啊，该你了。从器型看，战国、秦、汉剑，上面刻的字是
越王勾践，自作自用。啊，对，勾践，勾践。什么叫勾践呀？那勾践跟汉有关系吗？跪下！跪！大爷，你去休息吧。李成，下一位周大明，拜祖师。拜帮主。李成，下一位周文浩，拜帮主。把一切都淹没在梦里的这片海，我们都被困在这里徘徊着，永远无法自己离开。有些人的影子会像繁星一样闪烁，有些回忆会徘徊在我的心中，留下我迷失的探索，寻找线索，最后却无法再挣脱。我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可回忆却让我彻夜无眠。当我已狼狈不堪，望着黑暗与光明彼岸，回头看却早已灯火阑珊。我陷入一个循环，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可回忆却让我彻夜